用100期视频讲解全部1376款红白机游戏。大家好，我是雷文，欢迎收看红白机游戏终极鉴赏系列，今天是第15期。这期的游戏发售时间来到了1986年的12月份，又是年底的圣诞商战。随着越来越多的厂商加入，年底的游戏数量暴增，仅这1个月就有30多款，我会分成3期介绍。随着数量的不断增多，我感觉老的1到5星评价等级已经不够用了。从这期节目开始会增加半星的评价档位。另外顺便再说明一下，我的首期节目里提到的评价标准是游戏本身的质量结合个人的喜好，因此有较强的主观性。游戏质量这方面我也会参考一些媒体的评分，如果您认可，那说明我们趣味相投；如果不认可，就全当看个乐子。接下来进入正题，看看86年12月份的一些游戏。解谜拼图，艾瑞姆发行在磁碟机系统上的一款拼图解谜游戏，改编自同一年在 MSX 平台上发行的一款类似作品。这就是一款单纯的拼图游戏，不过和传统拼图有些区别，图形是运动的动画而非静止图片。总共有10张动画图片可以选择游玩，一开始的界面还可以选择拼图的块数，最少的是16块，最多48块构成一幅画面。在游戏过程中，把底部的小图块移动到上方的画框内，画面左侧还会有2个翻转的按钮，图块可以左右翻转或上下翻转。拼完后可以记录下所用的时间。这款作品比它实际看上去的要难得多，小图块里有很多运动元素，有些长得非常相似，而且还涉及到翻转，需要仔细的观察，还要在大脑中想象运动的组合画面。据说当年在日本拥有一批忠实的粉丝，拼完后的完整动画图形在红白机有限的性能下还能呈现不错的视觉效果。如果喜欢玩拼图的话，还是值得尝试的。不久后游戏还推出了2代，除了不同的图形，其他和本作区别不大。游戏评价2颗星。银河号 Compile 公司负责开发，最初发布在磁碟机系统上，后来发行了美版卡带。日版的发行方是玻璃佳音，美版由富士产经国际发行。这里我要收回之前节目里对玻璃佳音这家公司的蔑视。银河号是一款优秀的纵向飞行射击作品，游戏原名的直译扎纳克就是玩家控制飞船的名字，敌对势力名为 System 系统，它是一个类似于潘多拉魔盒的装置，数千年前由一个未知的外星种族创造，蕴含着无穷的智慧和知识，也有着巨大的破坏力。人类曾试图访问获得知识，但失败了，造成大规模的毁灭。为了阻止灾难的扩张，派出最先进的战斗机扎纳克与其战斗。玩家控制的星际飞船在左右移动时会呈现出摆动的姿态，不再是单一不变的贴图。攻击的武器分为主武器和副武器2种，主武器通过获得升级道具可以多段提升威力，副武器有多种类型，游玩过程中通过数字符号获得道具。数字编号从0到7，类型从定向子弹到盾牌，再到强力的射线。获得不同的数字时可以切换副武器的类型，如果是连续获得同样的数字，可以升级该副武器的威力。游戏共有12关，杂兵类型主要是流星、各种发射子弹的敌机、防弹圆盘、地面炮塔和侦察机。每关末尾的 BOSS 战基本是地面不同的堡垒要塞，此外有的关卡内还有小 BOSS 战。每当 BOSS 战开始时，画面右上方会显示限制时间，还有一些敌人的强度介于杂兵和 BOSS 之间，被称为迷你 BOSS， 通常是一些大型的飞船战舰。该作还有一大特色是自适应的人工智能系统，游玩过程的难度会动态调整，根据玩家的行为衡量系统的攻击性和游戏难度。例如频繁射击主炮、收集强化道具以及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摧毁 BOSS 会增加难度，屏幕上会出现更多强大的敌人。当失去生命、火力减弱或摧毁侦察机时，难度会降低，屏幕上的敌人数量也会减少。这部飞行射击作品的节奏明快，根据场景内的情况变化，飞行的速度也会随之改变，玩起来紧张刺激，游戏难度也比较高，画质和音乐素质也都很不错。缺点是场景和角色的设计还是有着铁板阵的影子，
尤其是 BOSS 的造型依然有很强的金属感。游戏评价4颗星。精致之城，这是 ASCII 开发和发行的一款游戏，最早1985年发布在几个计算机平台，后来移植到红白机上，有日版和美版。日版可以通过主机的扩展连接数据记录器保存游戏，但美版 NES 主机没有这个功能，这一点在前面的节目里也有介绍过。可能是为了弥补这个缺陷，美版游戏中把人物的初始生命数从4条增加到了50条。这部作品属于动作解谜类型，目标是穿越格洛肯城堡，营救玛格丽特公主。整个城堡是一个很广阔的区域，有很多房间组成。主要的玩法是在场景里收集不同颜色的钥匙，钥匙的颜色对应打开相同颜色的门，一旦使用就会消耗掉。收集到对应颜色的钥匙数量会显示在画面的上方。通常每个房间都有很多扇门，可以选择的路线也有很多。开始进入的第一个房间里有一张城堡的地图，拿到后可以查看，但实际上这个地图的作用十分有限。如果真想搞清楚这些房间的位置和特征，最好是自己用纸和笔画地图。这种做法早年玩游戏时还是比较常用的，当然也可以直接查看攻略。红白机版主角有一把小刀作为武器，但它并不好用，攻击距离非常的短，而且是一瞬间的效果，使用时很难掌握好时机。实际游玩的过程中，很多敌人都靠跳跃躲避，或者通过推动方块消灭它。每个房间里可以移动的物品是最重要的解谜道具。当主角处在下方的位置，上方多层的平台通常都不能直接跳跃到达，所以游戏的核心是利用好可移动的物品解谜。这一套设计的原理让游戏可以多种路线通关，但也要注意，如果不思考清楚，用完了钥匙可能会在某些位置让主角陷入死地。由于是早期计算机平台移植的游戏，动作元素和操作的手感糟糕，属于通病。节奏也比较慢，主要的亮点还是集中在解谜上。很多活动块的位置和使用设计都很巧妙，有些地方还得一块多用。综合下来，个人评价2星半。空手道冠军赛最早是1984年的街机作品，街机版由 Technos 开发， Data East 发行，一经发售就大获成功，2个月内售出了1万台街机，成为 Data East 有史以来最畅销的街机游戏。后来进行多平台移植，红白机上86年最先推出美版卡带，1988年又发布了磁碟机版本。磁碟机版游戏名也有翻译叫猛龙过江。这是一款 1v1 的格斗游戏，人物没有血条的设定，通过出拳或踢腿成功击中对手来得分，每30秒一局。玩家通过发动攻击命中获得半分或1分，具体得分取决于命中对手的招式类型，获得2分本局获胜。比赛采用3局2胜，通过后即为打败一名对手。游戏里可以使用10种出拳和踢腿的招式，还有跳跃和通过远离对手来格挡。不过要成功施展特定的招式并不容易，要通过按钮组合并结合方向键来控制，而且必须精确按下才能做出动作。如果人物面对相反的方向时，这些攻击的招式也会切换到相反按钮，需要熟练掌握这些招式并适应他们的节奏才能获胜。另外还需要了解每种攻击的范围，因为要成功施展特定招式需要与对手保持精确的距离，如果攻击失误就会留给对手反击的机会，如果做出不合适的动作或把握不好时机，使自己背对对手就会陷入麻烦。赢得一场比赛就会进入奖励回合，在这里会不断出现移动的花瓶，更加需要精确的时间控制，难度很大。连续获得7场胜利后会进入冠军赛，再赢得3场冠军赛就能通关。比赛的场景在这个过程中也会不断的切换。这部作品也加入了人工合成语音，裁判喊开始和得分时都会出声。街机版因为采用了双摇杆的控制方式组合发招，操作比手柄要容易一些，这也是街机版能成功的重要原因。红白机上的复杂和高精确性的操作并不友好，人物动作也很不连贯。这种类型的玩法后来也鲜有其他格斗游戏采用。个人评价2星半。
超人迪瓦，由东芝百代出品。FC 上的这部作品来自 PC 的移植改编，这是一个系列游戏。FC 上的原名是迪瓦故事6，是这个系列7部中的第6部。为了塑造一个独特的银河文明世界，该系列的作品同时在不同的平台上发布，每部作品的内容都不一样。7部作品从7个不同主角的视角呈现同一个世界里的故事，非常的新颖。除了 FC 版外，其他基本都在电脑端发布。游戏的类型被定义为 SLG 战棋游戏，实际上玩法分成了策略和动作战斗2个部分。一开始在宇宙空间里的大地图上，总共有15个星球，可以控制舰队在大地图上移动，目标是获得这些星球的资源并占领它们。地图界面会显示基地位置以及其他星球的位置，还会显示基地当前的资源量，这些资源可用于为舰队增加飞船的数量。当我方舰队来到敌方星球时，要手动控制我方的机甲占领星球。开始画面显示敌方部队强度和重力，在画面上方部署特殊物品的位置，然后进入横版射击游戏的部分，控制战斗机甲消灭敌人。之前显示的重力值会影响机甲的跳跃高度。左上方显示护盾值即为血量，特殊物品包括跟踪导弹、清屏的炸弹和护盾补充。击败 BOSS 就能占领该星球，返回大地图继续控制舰队。有时候会遇上敌方舰队，进入战棋游戏界面，这个时候变成回合制的战斗，选择在方格地图上部署舰队的位置，排兵布阵。完成后进入战斗阶段，我方舰队和敌方舰队轮流进行齐射攻击，有剩余飞船的一方获得胜利。有时候敌方舰队会主动攻击我方的星球，这个时候舰队必须回来进行防御战。这部作品和之前介绍的混合类型游戏有同样的问题，看似内容很丰富，有2种类型的玩法，但2种都没有做好。横版射击的部分，不同星球的场景设计、敌方角色和 BOSS 都没有什么记忆点，也没有明显的差异。游戏开始选择4个难度级别，即使选择了最难的4级，战斗时场景里经常还是显得空荡荡的。战棋部分的设计就更粗糙了，最多算是一个基本的雏形。系列作品的设定算是正面的评价，正所谓实力不够，数量来凑。个人评价2星半。虎式直升机最早是1985年发行的街机游戏，街机版由东亚计划公司开发，红白机版的移植开发由 Micronix 负责，日版发行方玻璃佳音，美版由 Acclaim 发行。游戏类型是标准的纵向飞行射击，玩家控制虎式直升机击破敌人，直升机发射的武器只能朝前方攻击。敌人的类型基本都是陆地和海上的军事单位，像坦克、炮台、舰艇之类，有时候会有刚从跑道上起飞的战斗机，或者还未起飞的战斗机，那就是火把子。场景里如果遇到闪烁的十字道具，击破后可以获得辅助的小直升机作为僚机。僚机的攻击类型由击破时闪烁的颜色决定，白色为向前攻击，红色的向侧面攻击，但实际上在游戏里基本不太需要侧面攻击。另外，如果绿色闪烁时击破，可以补给弹药。炸弹是一种强力武器，可以大面积杀伤敌人，同时还可以护身，类似我们小时候俗称的保险。这在早期的飞行射击游戏里并不常见，后来的很多街机游戏都喜欢采用这种炸弹设定。炸弹的数量显示在画面右下方，可以通过击破画面中的炸弹符号补充。每关行进一段距离，降落在停机坪就算通过一关，会进行分数结算。这款直升机的射击作品素质还是很一般，到目前还没有好的直升机游戏。敌人的种类比较少，敌我双方的攻击都比较单调，也没有 BOSS 战。画面的闪烁问题也比较严重，个人评价2颗星。变形金刚游戏的发行方特加利是日本的一家玩具制造商，除了推出过变形金刚的玩具模型，其他比较有名的有魔神英雄传、魔动王、战斗陀螺和勇者系列的玩具，还有丽卡娃娃、珍妮娃娃这类女孩玩具。在2006年，该公司已和多美公司，也就是 Tommy 合并。这作只推出了日版，主角是通天晓，故事情节基于1986年的变形金刚大电影和1985到1987的动画部分剧情。从擎天柱临死前任命通天晓为指挥官开始，
由于大电影几年以后才在日本上映，在这之前，日本玩家一直不知道擎天柱是怎么死的。这款游戏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部分。游戏共有10关，有横向推进和纵向推进2种关卡类型。每关的敌人都是各种霸天虎，在关卡末尾有 BOSS 战。通天晓可以变形，有机器人和拖车2种形态。沿途可以拾取强化道具，提升火力范围，也有获得飞行能力的。关卡的 BOSS 有好几关都是霸天虎的标志，有名有姓的 BOSS 只有蒙纳索尔、天狼星，倒数第2关的是威震天，最终 BOSS 是铁甲龙。通过集齐 RODIMUS 7个字母可以解锁补天士，但实际玩起来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在我的印象里，从一开始的动画到后来的 3D 电影，游戏一直在出，但这么多年这个大 IP 都没有太好的作品。红白机上这部更是有名的渣作，主角通天晓虽然是个大铁疙瘩，但被敌人或子弹一碰就会粉碎，难度设计极不平衡，还有各种祭死陷阱，手感也很糟糕。很多时候站着干掉敌人比远离他要危险得多，所以这个游戏想要通关，基本的思路是非必要不攻击，除非它阻挡了前进的道路，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跑酷游戏。冲着游戏题材多给半颗星，个人评价1星半。地底探险游戏的开发和发行方是 Use 公司，这家公司不太知名，在早年开发了几个红白机游戏之后，就转向了成人游戏。如果哪位朋友说对他熟悉，那说明阅历丰富。主角 Hotman 居住在一个火山脚下的小村庄，发生了几场地震之后，如果不采取措施，村庄就会被毁灭。于是 Hotman 拿起村里最好的挖掘机，在地下进行修复工作。游戏共有15关，每关的目标是找到箱子里的4把钥匙，然后找到出口过关。如果在一关里时间过长，火山就会喷发岩浆，造成危险。主角在地下挖土开路，如果碰到敌人可以发射激光枪。这样的玩法很像之前介绍的游戏小叮当，但相比之下每关的场景要大得多，不同的地方还要利用传送门移动。场景里主角可以获得加速道具，另外还有6种不同的功能道具，获得后会显示成画面左上方的字母，通过选择键选取道具，按 B 键使用，有增强防护、增加攻击距离、吸引敌人。最常用的是字母 D， 可以放置类似炸弹人里的炸弹，以此炸开场景中的岩石。每次过关后，这些道具会被清空。15关完成后，场景开始重复循环。这部作品的各种元素之间结合的并不好，对付敌人的激光枪、几种道具的使用，玩起来都乐趣不足，感觉是一部放进去了几种想法但都没有实现的半成品。个人评价2颗星。职业棒球家庭竞技场由南梦宫开发的一款棒球游戏，这是继任天堂1983年后发行的第2款棒球作品，后来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系列，每年都会发布新作，在红白机上一直持续到94年。日版由南梦宫发行，该系列的美版于1988年开始发行，游戏名字是 RBI 棒球，发行方为天元公司，该公司属于雅达利旗下。这款棒球作品是以之前任天堂发行的棒球游戏为模板进行开发的，所以在很多操作上类似，在此基础上也做了优化调整，并加入了新的元素。最重要的就是球队和球员的差异化，日版和美版都是10支球队，日版里的球员名字都来自本国的职业棒球联赛，队伍名字虽然是虚构的，但也与真实队伍名类似，就好像你买了一款有红牛图案的饮料，上面却写着红五。美版里的10支队伍和人员也得到了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球员协会的授权，全部是真实球员名，但没有 MLB 球队授权。队伍参照了8支职业队和2支全明星队构建。不管是日版还是美版，不同的队员之间能力也有区别，击球时的击球能力、力量和跑垒速度各不相同，投手的投球速度以及在球飞行过程中左右控制球的程度也不相同，投手的耐力也有差异，疲劳时球速会减慢，也越难以控制球路。除了以上说的，相比任天堂棒球还有很多优化。开始游戏时，除了单人和双人游戏，还可以选择观看比赛。
单人游戏是连续进行的淘汰赛，可以通过4位数的密码进行保存。进入比赛后，球员的动作细节更加丰富，人物和球的运动过程非常流畅。击球手可以调整站位，投手也可以在自己的位置上移动调整。赛场上最大的改进就是玩家在防守时可以手动控制守场员进行防守。每半局比赛结束时，除了显示比分，还会显示双方的技术统计数据。赛后会有虚拟的体育新闻报道赛况。这款棒球作品可以说弥补了任天堂棒球游戏中诸多的不足，加入真实球员，让游戏更加贴近现实比赛。该系列后续每年的作品也在这个基础上不断的优化。翻面通给这座打了35分的高分，达到白金殿堂的门槛。但我个人最喜欢的棒球游戏还是科乐美的实况力量系列，游戏评价4星半。北野武的挑战状，泰森公司发布的一款作品，由北野武监制制作，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游戏。该作的类型是动作冒险类，通常情况是在横向卷轴下移动，但剧情会根据玩家的选择推进，部分区域也包含了射击元素。故事的情节大致如下：主角是一名普通的上班族，下班后他会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玩弹珠机或喝酒。有一天，当他像往常一样在经常光顾的酒吧喝酒唱卡拉 OK 时，一帮黑帮成员过来骚扰他。他把这些人赶走后，一位可疑的老人出现了，并递给主角一张藏宝图。主角偶然发现了寻宝的信息，他决定开始一次寻宝之旅，但首先需要摆脱周围的一切束缚，做好充分的准备。他辞去了工作，并与妻子离婚，所有条件都具备后，前往遥远的南方国家。随后乘坐滑翔机飞过天空，到达一个未开化的岛屿。经过多次冒险，战胜了当地人和危险的地形，终于发现了宝藏。游玩过程中，通过在日本的酒吧喝龙舌兰酒，或在新塔博岛的酒店过夜来恢复体力。游戏充满了话题和争议，从本身的游戏内容来看，各种谜题的恶搞和不符合逻辑，没有攻略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通关，各种各样的情况都会导致游戏结束。比如一定要殴打送给他地图的老人，去寻宝前必须辞掉工作，和妻子离婚，要在文化馆习得各种技能，否则会被各种各样的形式打断，然后 game over。 还有很多情节选择上都要选择奇怪的选项才能推进剧情的发展，其中最有名的是藏宝图环节，需要选择阳光下暴晒1个小时，玩家真的要放置游戏1个小时不动，等待图案的出现。很多情况下还需要使用2P 控制器的麦克风功能，尤其是在卡拉 OK 酒吧，所以只能用原版有麦克风功能的红白机才能正常游戏，其他没有此功能的兼容机无法操作。另外一个争议点是游戏的成人和暴力元素，某些开放玩法和风格上类似后来著名的给他爱系列，例如对话中经常使用暴力语言，可以殴打行人获得金钱，在博兴哥赌场可以用打败黑帮的钱换奖品等等。除了上面说的这些，作品还有很多的话题点，包括游戏开发的背景故事，短时间内无法一一陈述。翻面通给这作的评价是最烂游戏第1名，其他的媒体也基本都是负面批评，但最终销量却超过了100万份。这些年随着游戏的发展，各种开放世界游戏出现以后，这部作品又被重新评价，我觉得它还是过于恶搞，也无法把自己带入日本上班族的那种环境，个人评价2颗星。福尔摩斯伯爵令园诱拐事件。游戏的开发和发行方是东和公司，这是一家玩具厂商。圣诞商战玩具厂商加入来做游戏，在当时也是常有的事。虽然标题是福尔摩斯，但这不是文字冒险游戏，而是一款动作作品。故事情节还是改编自小说，夏洛克·福尔摩斯必须从邪恶的绑匪手中救出伯爵的女儿。游戏一开始，主角福尔摩斯会出现在伦敦街头，可以随意殴打街上的人。来到华生家里能恢复体力，和人物对话获得线索时也需要殴打对方。开始拿到放大镜的道具，用于后面的线索调查。画面的左上方有一个百分比的数字，表示线索的进度。不断拷打场景里的角色，让他们说话会增加推理的进度。
一般在城镇打人能获得金钱，在横版场景如公园、下水道、房屋和城堡这些地方打人会产生对话。钱很重要，在不同城镇之间移动要花很多的钱，商店里买东西价格很高，所以要多殴打平民。有些普通平民角色没有攻击性，有些角色看打扮就不是好人。这些罪犯会冲过来攻击福尔摩斯，一开始时赤手空拳，到后面可以获得小刀和手枪，在街上进行屠杀。对话获得的信息大部分没有用，有些看似有用，但和实际游玩也没什么联系。如果没有攻略的话，需要花很多时间来探索。除了几个关键点的调查外，其他的过程基本就是上面说的打打杀杀。除了在伦敦，后面还会来到曼彻斯特、伯明翰、利物浦、纽卡斯尔、布里斯托尔、爱丁堡和格拉斯哥几个地方。每个地方的横向版面的场景都差不多，有一些地标会提供重要的线索，能推动调查的进展。最后在城堡里击败敌人就算通关。根据上面说的这些，就能明确判断这是个垃圾游戏，不同元素东拼西凑，战斗、对话、调查互相没有联系，人物的操作也很糟糕，随意打人这点倒成了游戏的特色。个人评价1星半。哆啦 A 梦 FC 平台上第一部哆啦 A 梦的漫改游戏由哈德森公司发行。这个大 IP 和龙珠类似的一点是近40年一直在推出游戏，一方面是多年的高人气，另一方面得益于基本每年都会上映一部剧场版。红白机上这部作品的故事就来自1981年到1983年上映的3部剧场版内容，分别是大雄的宇宙开拓史、大雄的大魔镜和大雄的海底鬼岩城。游戏里一开始由于时间机器出现故障，大雄、静香、胖虎和小夫被送往宇宙、魔界和海底。哆啦 A 梦的4环口袋坏了，他的秘密小玩意儿散落在各个世界，要使用各种武器沿途冒险寻找4名同伴。游戏只有3个关卡，正好对应了3部剧场版的主题。因为是不同的设计师设计，所以3个关卡的游玩方式差别很大，相当于3种不同的游戏。第一关开拓篇开始在一个俯视角的场景内探索，来到下水道切换成横版类型，在这里可以获得武器升级道具和补血道具铜锣烧。俯视场景的区域很大，很多地方都有隐藏物品，一边找下水道升级武器，一边探索区域，找到传送门的位置进行场景转换。通过几次传送门和下水道的场景后，见到 BOSS 公牛罗伯，消灭他就能救出大雄。第二关魔镜篇，在横向滚动的场景里射击的游戏。哆啦 A 梦头戴竹蜻蜓，发射子弹消灭敌人。一个分支路线可以救出小夫，他会作为辅助角色攻击。在前进一段距离，第2个分支救出胖虎。后面需要选择正确的路线才能继续前进，否则会在一个场景里无限循环。沿途还要继续收集道具，注意如果多次受到伤害，会丢失物品或辅助角色离开。这关沿途消灭3个 BOSS 后过关。第3关海底篇，测试图的海底世界，由很多区块组成的一个大迷宫。这关开始之前的3个同伴又被抓走了，哆啦 A 梦用手抓住不同的道具，分别从宝箱里救出这3个同伴。有的宝箱是陷阱，里面会出现怪物。带着3个同伴打开鬼岩城的大门，继续前进一段后，见到最终 BOSS 波塞冬，消灭他救出静香，游戏通关。在早期红白机机能有限的情况下，漫改作品的角色设计通常是个难题，游戏里很难把角色形象还原得很好。这部作品却是个例外，角色设计采用的大头 Q 版和动漫原作中的形象非常匹配，就凭这一点，小时候它就足够吸引我。3个关卡不同的玩法显得内容很丰富，每关的流程都比较长，音乐画面也很精致。小时候没有攻略，凭着自己的摸索玩到了第3关就怎么都过不去了。游戏评价4颗星。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继续介绍86年12月份的游戏。如果您喜欢，还请3连支持，咱们下期再见。